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世人常常怀着一颗热切的心，总想在他人身处困境时伸出援手，以为这才是情义与慈悲的体现。可帮来帮去，有时不但没有把人拉出泥潭，反倒把自己也拖了进去，甚至彼此之间还生出嫌隙与怨怼。这其中的分寸实在值得好好思量。佛家讲因果，讲业力，讲个人自有个人的路要行走。我们若是不明就里，轻易介入他人的因果链条，便如同在一条本就湍急的河流里横插一脚，既搅乱了水流的方向，也让自己站立不稳。那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里，有位贫苦的乞丐，日日跪在佛前，祈求佛陀指点迷津，让他摆脱穷困潦倒的命运。佛陀并未直接赐予他财富，而是点化他看清自己过往的业力与心念的障碍。乞丐起初不解，以为佛陀吝啬，不肯施舍。可当他真正静下心来，回望自己这一生的种种选择，种种执着，才恍然明白，困住他的从来不是外境的贫瘠，而是内心的匮乏与不肯担当。佛陀那一句看似平常的点拨，实则是在告诉他，路在自己脚下，福田也在自己心间。若是旁人替他扛了担子，替他消了磨难，他反倒失了觉悟的契机，也永远长不出自己的力量。这便是介入他人因果的隐患。我们总以为眼见他人受苦，便该出手相助，却不知那份苦，恰恰是那人此生必须经历的功课。好比一棵树苗，若时时替它遮风挡雨，它便生不出深扎的根系，日后稍有风雨便要倾倒。人的成长也是如此，有些弯路非走不可，有些跟头非摔不可。那些看似无情的冷眼旁观，有时反倒是更深沉的慈悲。经书里有句话讲得透彻，个人吃饭个人饱，个人生死个人了。这不是叫人冷漠，而是要我们看清一个事实，每个人的业力与果报终究要自己承当。旁人可以给予暂时的安慰与支持，却无法替代他去经历，去领悟，去完成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蜕变。若是强行替人消灾挡难，等于是在改写他人命运的剧本，这份改写所带来的后续种种，往往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。生活中常见这样的情形，至亲之人遭遇事业挫败，我们便倾尽积蓄替他填补窟窿，以为这是血脉至深的情谊。可到头来，那人非但没有振作，反而养成了依赖，一遇难关便等着旁人收拾残局。又或者朋友陷入情感的纠葛，我们义愤填膺替他出头，替他评理，结果他们二人复合，反倒将我们置于尴尬的境地。这样的忙看似在帮，实则是在害。我们替人扛了本属于他的风雨，便也替人挡住了本该照进他生命的阳光。佛陀在世时，也曾有过弟子病痛缠身，众人皆想代为祈福消业，佛陀却让弟子自己诵经，自己关照，自己参悟病苦的根源。那份看似严苛的态度，恰恰是在告诉弟子，解脱的路终究要自己一步一步走。旁人可以指引，可以护持，却不能代替你跨过那道门槛。门槛跨过去了，便是自己的成就；跨不过去，旁人背着你过去，你依然不知如何行走。所以当我们升起助人之心时，首先要辨明的便是这忙究竟该不该帮。不是所有的忙都能帮，也不是所有的心软都是善。真正的慈悲，有时恰恰是敢于不帮，敢于退后一步，看着那人跌跌撞撞，自己寻路。这份忍得住的心，比贸然出手要难得多，也珍贵得多。第一类不能帮的忙，便是替人做重大决定。人生关键时刻的选择，关乎一个人往后许多年的走向，甚至是一生的基调。选什么样的伴侣，入哪一行事业，在哪个城市安家，这些决定，外人再亲近，也终究是外人。我们可以提供信息，可以分享经验，可以陪着分析利弊，却万万不能越俎代庖，替人拍板定案。为何不能替人做这样的决定？因为每一个重大选择背后，
都牵连着选择者自身的业力与心性。他今日选了这条路，明日遇上坎坷，若这选择是旁人替他做的，他便容易生出怨怼，觉得是旁人害了他。即便这条路走得顺畅，他也少了那份亲自抉择带来的踏实与笃定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在做重大决定时，内心往往会有一种微妙的感应，那个感应旁人无法感知，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我们若替他抹去了这份自我感知的过程，等于剥夺了他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。佛家讲缘起，讲因缘和合。一个人在某个人生节点做出某个选择，背后是无数因缘的聚合，也包括他自己的心念与愿力。旁人若强行介入，等于是在打乱这个因缘的排列。有时看似帮了他一个忙，实则是在他未来的路上埋下了隐患。好比一个人要过河，我们替他找了船，替他撑了篙，可他自己若不识水性，不辨方向，下一次独自面对河流时，依然只能站在岸边发愁。还有一种忙，是替人消灾挡难，尤其当这灾这难是那人自己造下的业果时。有人因贪婪而负债累累，有人因轻慢而得罪他人，有人因懒惰而一事无成。这些困境本就是因果法则的自然显现，我们若出于不忍，倾尽全力替他摆平，等于是在干涉因果的运行。今日我们替他挡了，明日这业力依然会以另一种方式找上门来，甚至变本加厉。经书里有段譬喻说得明白，有人种下荆棘，却想要收获稻谷，旁人见他被荆棘刺伤，心生怜悯，替他拔去刺，又替他铺上泥土，种上稻苗。可那人若不改种荆棘的心念，待稻谷成熟，他依然会将田地重新种满荆棘。这便是问题的根本。不改变心念，不认清因果，旁人做再多，也只是在治标，无法治本。甚至因为有人替他收拾残局，他越发觉得犯错无需代价，越发肆无忌惮。那些看似无情的袖手旁观，有时反倒能让人真正醒悟。当他发现这一次无人替他兜底，无人替他善后，他才不得不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，才不得不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究竟错在哪里。这份审视带来的改变，远比旁人苦口婆心的劝说要深刻得多。再有一类忙，便是替人承担本该属于他的责任。为人父母者最容易犯这个过失。孩子功课做不完，父母替他熬夜写完；孩子与同学起了冲突，父母冲在前面替他理论；孩子成年后不思进取，父母拿出积蓄供他挥霍。这样的父母，满心满眼都是爱，都是不舍，却不知这份爱正在一点点剥夺孩子成长的力量。每个人来到世间，都有自己的一份功课要完成，一份责任要担当。责任一旦被旁人接过去，那份功课便永远无法圆满。孩子从小没有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长大后在人际关系与工作中便处处碰壁。伴侣之间也是如此，一方总替另一方担着，被担着的那方渐渐失去了承担的能力，也失去了对生活的敬畏与热爱。这样的关系迟早要失衡。佛家讲放下，讲随缘，讲个人自扫门前雪。这自扫门前雪不是自私，而是个人安住于自己的本分，不越界，不僭越。我们把自己修好了，把自己脚下的路走稳了，便是一种对世人最大的贡献。至于他人，我们能做的是尊重，是祝福，是在他真正需要时给予恰到好处的支持，而不是全盘接手，替他了断。还有一类情形，是我们最容易被情感裹挟着去帮忙的，那便是至亲陷入情感的纠葛时。夫妻争吵，婆媳不和，兄弟姐妹之间反目成仇。这些事里，外人若是贸然介入，充当裁判或和事佬，往往会将局面搅得更复杂。为何如此？因为情感之事最是纠缠，最讲不清道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委屈与立场，都觉得自己是对的，旁人不过是隔岸观火，再公正也难以体察那水下的暗流涌动。经书里有句话，爱不重不生娑婆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，
背后是累生累世的因缘业力在作用。那些看似无解的争吵，那些反复上演的矛盾，往往不是这一世才有的问题。我们若是凭着满腔热忱冲进去，想替他们理出个头绪来，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，甚至将自己也卷进那团乱麻里，动弹不得。最妥当的方式是保持一份温和的距离感，不偏袒任何一方，不替任何一方说话，更不替他们出主意。可以倾听，可以陪伴，可以在他们情绪平复后，引导他们自己去寻找解决之道。这份克制有时会被误解为冷漠，可真正经历过的人会明白，这恰恰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与保护。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，许多时候我们出手帮忙，并不全是因为对方需要，而是我们自己看不下去，我们自己受不了那份混乱，受不了那份痛苦，所以急于出手让局面恢复平静。这份着急里藏着我们自己的执着与不安，我们想通过帮别人解决问题来缓解自己内心的不适。这样的帮忙看似是在助人，实则是在助己。当我们看清这一点时，便会对自己的出手多一分警惕。真正成熟的助人是对方真正需要，而我们恰好有能力给予恰到好处的支持。这支持不是代替，不是主导，而是辅助，是陪伴。好比一个人学游泳，我们可以在岸上给他鼓励，可以在他呛水时递上毛巾，却不能跳进水里一直拖着他。拖久了，他永远学不会，我们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。佛陀在度化众生时，也从不强求，从不代替。他只是讲法，只是开示，只是指出那条路的方向。至于众生愿不愿意走，能不能走到，他并不执着。这份不执着里，是对每一个生命最高的尊重，也是对因果法则最深的敬畏。我们学佛，学的便是这份智慧与慈悲的平衡。慈悲若没有智慧相伴，便容易变成纵容与包办；智慧若没有慈悲做底，便容易变成冷漠与疏离。还有一种忙，是替人隐瞒不该隐瞒的事。至亲犯了错，甚至犯了法，我们出于亲情替他遮掩，替他撒谎。这份帮忙看似是护着他，实则是在将他推向更深的深渊。一次隐瞒，便会有下一次的遮掩，渐渐的，那个人越来越大胆，越来越无所顾忌，最终犯下难以挽回的大错。到那时，我们才追悔莫及，原来当初的不忍，竟成了害他的帮凶。因果不虚，善恶有报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我们若替他挡了这一次的果报，他便失去了从果报中反省的机会，也失去了悬崖勒马的可能。真正爱护一个人，不是替他掩盖过失，而是鼓励他去面对，去承担，去改正。这个过程虽然痛苦，却是唯一能够让他真正回头，真正成长的路。经书里有言，纵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这句话听着有些沉重，却是世间最公平的法则。我们无法替人受报，正如无法替人吃饭。旁人可以给予安慰与支持，却无法替代他承受那业果带来的重量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在面对至亲的过错时，便能少一分纠结，多一分清醒。说了这么多不能帮的忙，或许有人要问，那究竟什么忙可以帮，什么忙该帮？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一个根本出发来判断，这个忙帮完之后，对方是变得更加独立有力量，还是变得更加依赖与软弱。如果帮完之后，他更懂得为自己负责，更愿意去面对自己的问题，那这份帮便是善的。如果帮完之后，他越发依赖旁人，越发不愿意思考与承担，那这份帮便是不善的。即便出发点是好的，结果也往往是坏的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便是在帮忙之前，先问问自己，对方是否真的需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对方需要，其实是对方没有开口，是我们自己揣测的。真正的帮忙，应该建立在对方明确表达需求的基础上。至亲之间，有时碍于情面，不好意思拒绝，也不好意思说出真实的想法。我们若是一厢情愿的付出，
反倒让对方陷入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中，接受不是，拒绝也不是。更值得留意的是，我们帮忙时的心态，是出于纯粹的善意，还是夹杂着控制与期待。有些人帮忙，嘴上说无所求，心里却盼着对方感恩戴德，盼着对方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去改变。一旦对方没有如自己所愿，便生出怨气与失望。这样的帮忙看似无私，实则暗藏着许多要求与交换。佛家讲布施，讲三轮体空，无施者，无受者，无所施之物。若是能做到这份纯粹，帮忙便是修行；若是做不到，帮忙便容易变成纠缠。我们这一生终究是个人修个人的路，至亲至爱也只能陪伴一程，无法替代一世。有时看着他们受苦，心里煎熬，恨不得替他们担了。可细细想来，正是那些看似难熬的苦，锻造了他们生命的韧性，也正是那些独自跋涉的路，让他们看清了自己的力量。我们若真的爱一个人，便要学会信任，信任他有能力走过自己的难关，信任他的生命自有其智慧与韧性。这份信任比替他解决问题要珍贵得多，也深厚得多。那个乞丐问佛的故事里，佛陀没有赐予他金钱，也没有替他改变命运，佛陀只是点醒他，让他看见自己内心的执着与迷障。当乞丐真正看清的那一刻，他便不再是乞丐了。他的转变来自于自己的觉悟，而不是外力的加持。这便是最好的助人方式，不是替人做什么，而是助人开启他自己内在的力量与智慧。我们修习佛法，学习因果，便是要在生活中践行这份智慧。面对至亲的困境，可以倾听，可以陪伴，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，可以在对方真正需要时给予适度的支持，却始终记得退后一步，把那片天地还给对方，让他自己去耕种，去收获。这才是最深沉的慈悲，也是最不介入因果的善行。愿我们在每一次想伸出援手时，都能多一分觉察，多一分清明，不因心软而乱了分寸，也不因冷漠而失了温度。在帮与不帮之间找到那条中道，既护持了自己，也真正利益了他人。这便是将佛法活出来的样子，平淡、真实、有力量。若你心中也曾有过帮与不帮的纠结，不妨在留言区写下一句关照自心，既是给自己一份提醒，也给同在路上的人一盏微光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踏实，越走越自在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